发力。去你娘的！注意看，中国小伙将日本狂人推倒之后，觉得不解气，居然直接冲上去用脚丫子猛踹对手面部，打得日本狂人跪在地上捂脸惨叫，特别狼狈。如此残暴的打法本该被严令禁止，以示警告。可是在场的观众们却特别高兴地鼓掌欢呼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日本狂人咎由自取，自作自受。日本空手道冠军原田显悟这家伙本就是来华捞金的常客，但是这家伙却三番五次地对中国选手大肆诋毁辱骂，还对着中国选手王彦龙的个人海报上吐口水。要知道，王彦龙可是中国赫赫有名的传统功夫的代表人物。王彦龙8岁练武，12岁获得全国少年比武大会总冠军。然而现在的王彦龙可不单单是中国传统功夫的代表人，同时他还是自由搏击领域较为出色的职业选手。既然日本狂人原田显悟如此不尊重中国选手，那王彦龙就有绝对的义务将他狠狠暴揍，以解心头之恨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王彦龙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第一回合开始，白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王彦龙，黑色短裤就是日本选手原田显悟。其实早在2年前，原田显悟就曾与拼命三郎王顺利有过较量，3回合的挨揍非但没有让原田显悟老老实实做人，没想到这家伙还是这副狂妄的样子面对中国选手。难不成原田显悟这家伙真以为没有中国人能够收拾他吗？王彦龙气不打一处来，才主动对他发起了挑战。对此，王彦龙对着全迷粉丝们保证，绝对会让原田显悟品尝到职业生涯最狼狈的挨揍场面。这种类型很好啊，从发力上扫击，包括后手直拳，这个爆发力很强。而且发现王彦龙可以左右架互换，哇，这个大的抡板啊，直接抡在了原田显悟防守这个手臂上，但力量很大。而且呢，王彦龙其实也是一位功夫明星，也是动作的演员，所以他在这个动作层面上啊，不仅仅有自己的技术，而且注重了其美就观赏性。是的啊，我们看他的动作，转身动作这种非常夸张的动作运用的比较多，非常。碍于王彦龙的武打演员身份，不少拳迷粉丝都怀疑王彦龙到底能不能打，毕竟这可是对战的日本选手。如果输给对手，非但会让自己身败名裂，还会就此遭受拳迷粉丝无休止的谩骂与诋毁。可是王彦龙不把这种事情放在心里，今天只有拿出毕生所学，狠狠暴揍日本选手，那能不能打就无需多言。可以说，原田显悟今天也将成为王彦龙成功路上的垫脚石。不是发板不板的力量，每次发力都会保证核心的这个控制能力啊不受破坏的情况下，再去发力，而且他每个动作并不大。刚刚遭受脚丫子踹脸的原田显悟内心充满了委屈与愤怒，自己可是日本名副其实的空手道冠军，可是今天的中国选手却对自己下如此狠手，自然遭受万人敬仰的原田显悟不服气，主动逼近王彦龙内围拼拳换脚。当然王彦龙可管不了那么多，今天上台的目标很简单，那就是要让原田显悟走着进来趴着出去，这也变相的让原田显悟的吐口水行为付出惨痛代价。这个腿上 Stop! Fight! 王彦龙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体能以及节奏的分配啊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王彦龙不愧是传统功夫的代表人，各种360度回旋踢都施展得游刃有余。单单是简单的出腿招式，就将原田显悟吓得慌忙逃窜。其实对待这种欺软怕硬的日本选手，就该如此凶猛，咄咄逼人。否则一旦退缩让步，只会让对手得寸进尺地做出不尊重行为。台下的观众们也在期盼着今天能够出现大家想看到的 KO 名场面。好，这是后手啊，轻轻命中，但是好像效果不大。原田显悟这个前手啊，今天用的很好，一直在放在这个王彦龙这个眼角的部位，试图做一个干扰啊。第一个作用是保持距离。原田显悟这家伙别的地方不敢恭维，但是唯独身体抗击打堪称一流水准。王彦龙多次的重拳重腿命中都没能将对手完全击垮 KO。当然，原田显悟如此坚持，也离不开背后金钱的推动，因为打满3回合与被 KO 所获得的比赛奖金都有所不同。
哪怕打不过原田显悟，也会想办法拖延比赛时间。王彦龙也在拼尽全力的想办法将对手击倒5秒。从这个动作的花样性以及这个和精彩性来说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打一个高分的。是的。原田显悟也非常沉着冷静啊，不管你的动作有多花哨啊，比赛继续进行。来，王彦龙经过刚才处理伤势一个短暂的一个调整啊，上来之后这个进攻越发凶猛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这场比赛王彦龙足足奔跑追击了6分钟，结果原田显悟这家伙还是那么胆小怕事，根本不敢正面与王彦龙拼拳换脚。一向好脾气的王彦龙也开始慢慢着急起来。谁也没想到原田显悟挑起的祸端走上擂台，却变成这个胆小样子。对此，王彦龙决定不再保留自身实力，一切以 KO 原田显悟的目标为准，这样也能快速结束战斗，避免不必要的受伤情况。每一次动作幅度都很大，而且这个动作的运行的轨迹啊，路线也很长，所以会出现一个动作发力完整之后，双方就因为身体的惯性会冲撞在一起这么一种情况。所以我觉得对于王彦龙和原田显悟来说，一定要注意双方身体冲撞时这个头部对这个薄弱部位的撞击啊！哇！在王彦龙在后手进逼的时候，又一次用自己的头啊撞到了原田显悟的这个下巴。我觉得每一次2个人的这种近身的搏战啊，都是两块石头碰在一起的感觉。是的，卯足了全身的力量啊！比赛进行到现在，已经不单单是双方选手争夺比赛奖杯那么简单，更多的是2位选手愤怒的拼拳换脚，想要为自己实力证明。王彦龙的头部碰到了原田显悟的下巴，流淌着鲜血。当然，原田显悟的下巴自然也在刚刚的拼拳阶段被打碎，但是2位选手却没有萌生投降认输的想法，坚持要打完比赛再去找医生检查伤势。技术在我们自由搏击比赛当中是不被计入这个评判的标准的，可以作为一种扫踢的破坏对手平衡的一个技法。Push。双方纠缠到了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王彦龙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王彦龙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